說服自己不生氣，絕對不是叫你當受气包把委屈吞下去，而是把大腦的遙控器从情緒手裡搶回来。你知道嗎？當你生氣時，大腦裡的杏仁核情緒腦會綁架了前额叶理性腦，這時候講道理沒用，你得騙過大腦，讓他覺得沒事了，理性才能被放出來。所以說服的關鍵在於欺騙大腦，讓他相信此刻安全，进而重啟理性。有一套實測有效的4步驟哄腦法，生气時你可以照着顺序对自己喊话。第一步，先哄身體，5秒鐘內搞定。大腦很笨，他聽不懂人話，只認得身體的訊號。生氣時全身繃緊，大腦會解讀為有危險，大腦就以為你要跟人干架了。所以你在心裡默念，對自己說，別慌，這只是心跳加快，身體在演習，不是真的有炸彈。然後強制深呼吸，吸氣4秒，然後慢慢吐氣6秒。記住，吐气一定要比吸气长，才能啟動副交感神經，這是在給大腦按暫停鍵。同時把舌頭用力頂住上顎，這個小動作會讓你的下巴瞬間放鬆，身體的緊繃感至少會下降20%。第二步，切換觀眾視角，把自己抽離出來，把生氣的我和觀察的我分開。別說我好氣，要改成我發現我現在有生氣的情緒。這是在告訴自己，情緒是情緒，我是我。可以在心裡對自己說，我腦子裡正在播一部生氣電影，但我不是男主角，我是坐在沙發上嗑瓜子的觀眾。另外有個技巧，把惹你生氣的那句話想象成是用卡通人物如唐老鸭的聲音在腦中重播，聲音一旦变搞笑，那股情緒的杀傷力瞬間就会被削弱，理性才有机会溜進来。第三步，利益計算，最现實的靈魂拷問。生氣說白了就是你沒照我期望的來，但是說服自己不生氣，不是為了原諒對方，而是為了自己不吃虧。請連問自己3句話：一，我氣到高血壓，對方會痛嗎？不會，他只會覺得你被他控制了。2，繼續生氣，能把事情搞定嗎？通常不能，反而會搞砸。3，如果我现在冷靜下來，誰賺到了？是我自己，省了看醫生的錢，還多活好幾年。請記得，你的情緒很貴的，不是隨便什麼人都配讓你耗電的。第4步，改寫劇本，終極轉念，把我好可憐被他欺負的受害者劇本扔掉，換成我是主角我控场的主导者劇本。你原本的想法是，他憑什麼這樣對我？越想越委屈，很無助。可以換個想法，這樣子想，他展現了他的水準，而我怎麼回應呢？展現的是我的修養。如果我拿他的錯誤來氣自己，那我豈不是虧大了？其實眼前這個衝突很像一場情商隨堂考試。你是考生，如果考生遇到難題就撕考卷，那是傻子。你要做的是冷靜地在答案卷上寫下正確答案。如果上面4招都沒用，直接上大絕招。請對自己說，正常人被瘋狗咬一口，絕對不會趴下去回咬一口。但如果我一直氣個沒完，那就代表我潛意識裡承認這件破事有資格影響我。嘿，我偏不讓他得逞。你要明白，不生氣不是慫，是在宣示你對自己情緒的主權。你是房子的主人，情緒只是偶爾来敲門的访客。你可以讓他进来坐坐，也可以請他出去，但絕对不能讓访客把你家客廳給砸了。好了，现在跟着我做，深吸一口氣，感受一下胸口起伏。你看，剛剛讓你暴跳如雷的那件事，此刻聽起来是不是好像也沒那麼真實，沒那麼嚴重了？對吧？這就是你贏回主導權的第一步。加油，你可以的。剛才
我們聊了怒氣沖天的破解方法。現在我們來說一段2500年前发生在舍卫国指述给孤獨園的真人真事。這段典故記載於《雜含經》中，說的是佛祖釋迦牟尼佛如何用一招4兩撥千斤，把一個上門踢館的暴躁老哥治得服服帖帖的。大家可以喝口茶水飲料，再聽我細細說來。話說那舍衛國有位名號響當當的婆羅門，人稱嗔怒。這位老兄脾氣火爆得很，是方圓百里出了名的行走火藥桶。這一天，他在逛大街，聽到一個讓他七竅生煙的消息：自己宗族裡好幾位聰明出眾的晚輩後生，竟然全跑到佛陀那裡剃了光頭出家去了。這還得了？嗔怒泛着一拍桌子，怒火衝天：好你個沙門瞿昙，使了什麼迷魂湯，把我族裡的苗子全拐跑了！我不去當面撕爛他的假面具，我就不信婆羅門。說时遲那時快，他捲起袖子，腳下生風，直衝佛陀靜修的林園。那架勢活像一頭發瘋的鬥牛。嗔怒泛之一見到佛陀，連招呼都不打，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狂轟濫炸。你這不祥的騙子，專拆人家庭的惡魔，妖言惑眾的禿頭！好家伙，他把當时最難聽、最惡毒的話，像倒垃圾一樣，嘩啦嘩啦全往佛陀身上潑。罵到激動處，手指頭差點戳到佛陀的鼻尖，口水幾乎濺到袈裟上。而我們的佛陀在幹嘛呢？只見他安安靜靜地坐在那棵樹蔭下，眼皮微垂，面如滿月，呼吸平穩得像一面沒有波紋的湖水。他既沒跳起來喊冤，你胡說，我不是騙子，也沒皺眉回槍，你這潑菜怎地這般無禮？他就這麼靜靜地慈悲地聽着，像在聽一首走調的山歌。終於嗔怒泛之，罵得口乾舌燥，喉嚨冒煙，像泄了氣的皮球，氣呼呼地停了下來。他一看佛陀那副淡定樣，更火了。喂，沙門，你是聾了還是啞了？連屁都不放一個，是不是默認我罵的全是事實？這時佛陀才緩緩睜開眼睛，那眼神溫和得像3月的春風，用無比柔軟的聲音說了句：婆羅門啊，您老先消消氣，我斗膽請教您一個問題，成不成？嗔怒泛着沒好氣的一甩袖：有屁快放！佛陀不急不緩地問：您家裡時不時會有親戚朋友左鄰右舍來串門子吧？泛之一愣：廢話，當然有客人上門。佛陀又問：那客人來了，您是不是會準備好酒好菜，精美禮物，熱情款待人家呢？泛之挺起胸膛：那還用說，這是我婆羅門的待客之道，我給的都是最好的。佛陀微微一笑，拋出了全場最關鍵的一句話：婆羅門啊，如果這些客人壓根兒不收您送的禮物和飯菜，那這些東西最後歸誰呢？嗔怒泛之想都不想，脫口而出：他們不要，當然還是我的啊，難不成會長腳跑了？話音剛落，佛陀微微向前傾身，臉上帶着一抹洞悉一切的笑意，輕輕地說：正是如此啊，婆羅門。今天您老遠跑來我這兒，帶住一肚子怒火，把那些難聽的話像機關槍一樣掃射出來，送給我當禮物。但是……說到這裡，佛陀頓了讀，語氣堅定而慈悲：我不收。既然我不收您的謾罵，那麼這份憤怒，這些惡毒的字眼，最後會回到誰身上呢？除了您自己，還能送給誰呢？此話一出，嗔怒泛之像被天雷劈中，整個人呆若木雞，張着嘴，半天說不出一個字。他原本準備好要跟佛陀大吵3天3夜的力氣，瞬間像泄了洪的水庫，消失得無影無蹤。佛陀看着他，繼續柔聲開始：人家罵我，我也回罵；人家指責我，我也指責回去。這就像2個人搶同一碗毒藥，2個人都得中毒。
但今天這碗毒藥，我碰都不碰。婆羅門，你要記住，不跟憤怒對打的人，才是真正的戰勝者。用平靜面對暴躁，用善意化解惡意，這才是世間最頂尖的功夫。這位原本氣勢洶洶的嗔怒梵志，此刻滿腔怒火早已化為烏有，取而代之的是滿臉的羞愧與五體投地的敬佩。他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對着佛陀連連磕頭懺悔，當下就請求皈依，成了佛門弟子。一場原本要炸開鍋的衝突，就這麼被佛陀輕輕鬆鬆地化成了一陣清風。故事說到這兒，別以為它只是古老傳說。您仔細想想，這不就是我們天天在辦公室、在家裡遇到的破事兒嗎？同事酸你兩句，老闆無端飆你，那就是對方硬塞過來的臭雞蛋禮物。只要你學會佛陀這招，不接招，不生氣，不辯解，不往心裡去，這顆臭雞蛋就砸不到你臉上，最後只会臭了他自個兒的手。佛陀一開始的沉默，不是孬種，是最高級的防彈衣，讓對方的怒氣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沒了着力點，自然就泄了勁。最後，我們也應該勸勸自己，下次您想開口罵人的時候，也想想這個故事。您正準備送出去的，可是憤會反噬的詛咒禮物啊！要是對方不接，最後中毒的，可是您自個兒的身心，賠上的還是自個兒的福氣。所以說，不生氣不是憋屈，是智慧；不接招不是軟弱，是功夫。這份2500年前傳下來的拒收禮物心法，您學會了幾分？用過幾次呢？接下來聊一個發生在現代都市裡，讓人扼腕嘆息的真人真事。有一對小情侶，郎才女貌，感情甚笃。一晚，两人尋了間熱鬧的餐館，點了酒菜，你儂我儂，好不愜意。正吃着，隔壁桌幾個喝得醉醺醺的漢子見了那姑娘的容貌，便開始輕佻地吹起口哨，污言穢語不斷。男友眉頭一皺，壓低聲音對女友說：我們快點吃完，走吧，不必跟這群流氓較勁。哪知姑娘年輕氣盛，一聽這話，頓時覺得男友太過窩囊，嬌嗔道：你怎麼這麼慫啊？到底是不是個男人？男友還欲再勸，姑娘卻已是怒火中燒，竟然直接衝過去，對着那桌醉漢破口大罵。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那幾個醉漢本來就是想要制造問題的垃圾人，現有人送上門來，哪肯放過？他們呼啦一下圍了上來，對着男友就是一頓拳腳。混亂中，一名醉漢竟猛地抽出一把利刃，朝着男友連捅3刀。剎那間，血光四濺，餐廳裡尖叫聲一片。姑娘嚇得魂飛魄散，眼睜睜看着男友倒在血泊之中。儘管緊急送醫，但男友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撒手人寰。在彌留之際，他望着哭成淚人的女友，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艱難地問出了一句錐心泣血的話：我現在算男人了嗎？此言一出，女友當場崩潰，悔恨的淚水决堤。她恨自己的一時之氣，恨自己的任性衝動，但一切都已無法挽回。當我們在生活中遇到挑釁時，究竟是面子和一时之氣重要，還是自己和身邊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故事的悲劇提醒我們，在面对潛在的巨大風險時，審時度勢，及時抽身，是一種需要智慧和勇氣的選擇。正如垃圾車法則所比喻的，有些人滿載着負面情緒，急需尋找傾倒的出口。與他們糾纏，就如同赤手空拳擋一輛失控的垃圾車，代價往往是我們無法承受的。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並非懦弱，而是對自己和所愛之人最深沉、最理性的保護。易經告訴我們吉凶以情牽，它意味着你的人生走向、福禍际遇，不是由風水決定的，不是由星座決定的，而是由你每一次情緒的選擇決定的。
情緒躁動，如同在暴風雨中掌舵，船只必然偏離航向，事情就往壞處發展。情緒平靜，如同在晴空下航行，思路清晰，貴人相助，好事連連。所以，管理情緒就是在管理命運。這不是玄學，這是鐵打的現實規律。孫子兵法把這道理講得更狠、更直接。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運而制戰。國君一生氣就發動戰爭，容易亡國。將帥一憤怒就率兵出戰，一招殺身之禍。一切決策只能依據一個字：利。整體利益而非個人情緒。楚漢相爭時，項羽的大將曹咎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他只因受不了漢軍在城下辱罵，一怒之下開城出戰，結果全軍覆沒，自己也兵敗自殺。一個怒字，葬送了一支軍隊，斷送了一條性命。所以您覺得呢？這個怒氣值多少錢？值一條命嗎？孔子讚嘆弟子顏回，給了他2個至高評價：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不把這份怒火轉嫁到無辜的人身上，這3個字比登天還難。多少人被老闆罵了，回家罵老婆，被老婆罵了，踢狗一腳，狗跑了，自己生悶氣，這就是遷怒。而真正有修養的人，情緒到他這裡就停了，他不當情緒的傳播者，只當情緒的終結者，這才是頂級的教養。清代大學士嚴敬明一生為官清廉，晚年因拒絕親友的不當要求而常受埋怨。受氣後病臥在床，寫下《不氣歌》以自勉，從此不再輕易動怒。這說明不生氣是可以通過自我暗示和理性思考來刻意練習的。內容如下：他人欺我，我不氣，我本無心他來氣。倘若生氣中他計，氣下病來無人替。請來醫生將病治，反說氣病治非易。氣下危害大可為，誠恐因病將命廢。我今嘗過氣中味，不氣不氣真不氣。不氣歌意圖勸導人們以豁達之心面對外界的挑釁與不公，但前面講的都還是壓抑或轉移的層次。楞嚴經直接一刀砍向根源，生氣不是因為外面那個人那件事，而是因為你的心動了。別人心動是別人的事，你的心一動就被牽着走了。經中又說，若能轉物，則同如來。什麼意思？如果你能不被外境轉動，反而能轉化外境，你的境界就等同於佛。人家讚嘆你，你不飄飄然；人家辱罵你，你不氣急敗壞。為什麼？因為你看透了，這一切都是因緣和合，本性是空的。罵你的那句話，過5秒就消散在空氣裡了。你為了一句已經不存在的聲音，氣得血壓升高，失眠3天，值得嗎？不生氣，從來都不是壓抑，不是忍氣吞聲，也不是懦弱怕事。它是轉運之要，保命之策，修身之功，開悟之門。下次怒氣上湧時，不妨想想那個被一刀奪命的男友，想想兵敗自殺的曹咎，想想佛陀那句我不收這份禮物。然後深吸一口氣，對自己說，我的情緒我說了算。這才是做情緒的主人，而非奴隸。